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21世纪，人类相继创造出了完美的手机、完美的汽车和完美的移动支付系统。现代科技正在精准优化着人类的生活，效率急速提升，快乐四处弥漫。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人类生活的最后一幕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呢？人类是否创造出来了一款完美的高品质死亡工具呢？华尔街精英富豪老板马克曾是一位成功的商业领袖，他的职业生涯曾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但同时也一步步地将他扼杀。他开始变成了一个拥有无数金钱却隐藏着极度不安全感的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整个人已经被绝症完全摧毁了。昔日的霸道总裁面对自己的人生谢幕，他似乎仍旧展现出超强的自我控制力。他不想靠药物或住进医院来维持生命，同时也不愿采取致命的注射来结束一生。马克花重金邀请设计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死亡过山车，希望以此来轻松快乐地通过人生最后一个刺激来将自己终结。整个过程只要3分钟的时间，大脑极度缺氧使人陷入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快乐，并在这快速愉悦中静悄悄地无痛离去。实际上，这款死亡过山车是立陶宛艺术家乌布纳斯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所设计的。乘客从500米的高度垂直下落，然后以360公里的时速经历7个回环，经过急转弯后，过山车将直行，在那里可以卸载尸体并装载新乘客。在此过程中，乘客要承受10个 G 的极端重力，血液被甩到下肢，大脑供血不足，最终因窒息而死亡。在前往伦敦攻读设计博士之前，乌布纳斯曾在多家立陶宛游乐园担任过山车设计师。他知道游客们通常在公园中的过山车上只承受 6.3 G 的力量，而且也仅持续几秒钟的时间。即使是飞行员体验10 G 的极端重力，也只能持续数秒钟。但死亡过山车的乘客享受10个 G 的力量，往往要经过1分钟，所以没有人能够承受如此长的时间。按照乌布纳斯的设计理念，死亡过山车是通过人性化设计，以欣喜和快乐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但有顶级的大脑专家表示，死亡过山车更可能让人不舒服，快乐和兴奋的可能性很低，而更多的是恶心和极度不适。世界上1%过着不一样生活的富人，为什么与普通人相比死都是一样的呢？在马克看来，自己为什么要和普通人一样的死去？所以他要倾其所有为自己建造一座死亡过山车，但死终究都还是一样的。其实死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伟大的均衡器，可以绝对的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除少数欧洲国家和美国5个州外，医生协助患者自杀依然非法。即使在那些地方，患者也必须处于绝症的最后阶段，并证明他们正在遭受无法承受的痛苦，这便是法律上允许的安乐死。乌布纳斯认为，目前的安乐死方法很无聊，而过山车将让死亡更另类，更具仪式感。诚然，在大部分国家，安乐死确实是非法的，因为任何允许它的法律都很可能被滥用。那死亡过山车就是合法的吗？其实，富人马克是电影中的人物。设计者乌布纳斯也表示，这种过山车很像惊险游乐项目和恐怖电影，它并不适合每一个人。目前，除了一个比例模型，死亡过山车装置尚未真正建成。但一个现实问题却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如果你是一位只有几个月时间的普通人，你宁愿在医院甚至 ICU 中浑身插满管子继续维持，最终家破人亡，还是选择在生活中继续生活，以确保人亡家不破呢？最后提醒大家，本期背景音乐名字就叫《死亡过山车》，来自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欢迎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